我在考场哦，然后没有穿裤子然后我一边你还是个暴露狂。对，我一边焦虑我的题目快写不完，我一边焦虑我没有穿裤子Salut， 我是 Zephyr， 欢迎来到汉淡巴黎因人生侦探所。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压抑自己的情绪，有时候有一些渴望，居然就不敢说出来。那我们会在梦中呢，发现这些渴望就是以一种象征的方式浮现。好，这一集呢，我们就是来聊聊梦境，而且必须我们要来对梦境有一些颠覆以往的想法。好，那要怎么样做好梦，能够让我们改变你的人生呢？好，所以金桃姨，你曾经有什么样奇特的梦境吗？我很会做梦，我超会做梦的。然后现在好一点，现在我做的梦其实不会让我很累。但我以前身心状况比较不好，有在吃身心科药的时候，状况很糟的时候，其实是我白天做的事情，晚上回家会全部一样再梦一次。哦，那这样子如果有非常辛苦或感觉不舒服的地方，就还会再重新。对，所以我状况最糟的时候，那时候我会开车开一半赶快停到路边，然后确认一下我到底现在是在梦里还是现实的还是睡着，就其实蛮危险的这样。但我其实从小到大就是一个非常会做梦的人，但他的梦通常有时候就很没有逻辑，然后天马行空到一个还蛮奇妙。像我醒来之后觉得最好笑，自己都笑出来，是我在梦里面在坐电梯，对，然后我就好像按不知道按了楼层，比方按8楼好了，然后下面掉出一瓶可乐，然后你把它当成贩卖机吗？对，但梦里并没有觉得这件事情很怪然后我就出电梯了。对，刚醒来就还马上记得这个梦，他就在笑出来这样子。这个显现你的渴望也是跟吃有关哦。对，然后重点是他可能就是我可能对于这种甜食或者这种希望是在一个就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都收到，我都很开心，而且并不会觉得很奇怪。对，那我的梦其实感觉比较平凡啦，我就是跟大家一样，我最常梦到的是我要去上厕所，然后而且是公厕，进到每一间厕所就发现每一间厕所都上锁，真坏。对，然后就想说这样很焦虑耶。对，所以因为就是很急呀，然后就会一直想要拼命敲门，想要进厕所。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我一直做这些梦？其实我是没有什么头绪的。你觉得通常梦醒来通常因为我觉得我的梦常有时候也是没有头绪，然后我就像我也很常做一种梦，我的焦虑的梦最常出现的是我在考场然后没有穿裤子然后我一边你还是个暴露狂。对，我一边焦虑我的题目快写不完，我一边焦虑我没有穿裤子不知道焦虑，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件事会在一起，但是它真的很常出现，是有记忆的。而且我已经梦到这种梦的时候，我会知道我在梦里了就又来了我会想办法让自己醒。所以你会不会醒来还会检查一下有没有穿裤子就不会觉得我一定会穿裤子我连睡觉都有穿裤子，所以这方面是不会担心。可是那个焦虑感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事，在梦里就超真实，然后超级的就真实的你的恐惧，然后你的那种光溜溜凉凉的但我明明睡的时候有穿裤子它这个凉凉的感觉到底是从哪来哪个记忆点来，我就觉得很奇妙。
可是我觉得有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是你就是一种考试嘛，所以其实当你心里觉得我好像没有准备的那么齐全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一种羞耻感？然后那种羞耻感是以没穿裤子呈现。而且我一直都记得在那个梦里面，我没穿裤子，我还要除了担心自己没穿裤子，我还要一直担心被人家发现。好忙就所以我会觉得是说我没有准备好，我怕被人家知道我其实没有准备全，或者是说可能就是那种冒牌者症候群在梦里，在潜意识里面，在梦里面就出来，就是其实我没有准备好，然后我怕被人家知道，我觉得我没有准备好，我其实没有办法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准备好，然后那种很害怕被人家发现其实不够努力，或者是说成绩不够好这样子，或者是没有要到大家的标准这样子。 对，所以我现在在想说梦里面呈现的所有的景象都可能是你白天的一些意识或是有活动所造成的。对啊，对，那可能我是那种超容易焦虑紧张的人，所以我就可能呈现说我每次要去上厕所我都没有办法如愿，然后就让我很焦急，锁起来，所以你也没有钥匙，你也不知道钥匙在哪。对，所以没有钥匙。会不会代表这个你的焦虑感是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你是没办法掌控的？对啊，就你其实需要等别人，或者你也不知道钥匙在哪，也没有人，你也找不到人去问钥匙在哪。对，有可能是我不知道方法怎么解决。对，像我可能像这种梦境常常出现在我可能工作上很繁忙，然后有很多事情必须要去处理，但是我并没有马上可以找到处理比较完善的一个方法的时候，但你又非常急切，对，然后我其实心里是焦虑的那但是我可能不可能在公司里面表现出来嘛，因为我其实也是一个爱面子的人，所以我想说会不会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呈现出来我内心的焦虑，而且是没有办法其门而入。对，然后但是你又目标很确定的是这是你需要去的地方，对，你又非常，可是你又必须要马上解决的。那我问你就撇开在梦境，因为我们很难控制梦境嘛，就现实生活中你碰到这样的状况，你很急，每一间门都锁起来，你会怎么办？你是说现在是现实如果在现实要怎么办吗？你会怎么解决？就是再找另外一个厕所，就不要在这一栋，就去另外一栋。我会把它踹开。现实中吗？我会想办法把它撞开看看。但是等一下警察就会来了。你再说，不就是门赔个门应该没多少钱吗？但是你确定有时候现实跟我的意思是说，梦境我没有办法控制说那种焦虑感嘛，然后我就会想说就是如果现实中也是这样的状况的话，如果是比方现实中我们是可以控制这个结局的话，会想怎么做？我只是好奇啦。对。所以可是你这样子引发我一个想法，就是像弗洛伊德就是讲嘛，我们常常会是梦境就是我们的潜意识，所以他说当人醒着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个意识层当中，那你有可能这个是一个有意识的状态，所以你的想法或什么可能要会合乎理性跟那个规范，对，那潜意识的部分可能就是是你的梦中，那在你睡觉的时候梦中的时候反而能够显示出你的一些不敢去公开的想法或压抑的渴望，或是一些你想要其实是你真正心里想要呈现的一个画面或是什么，但是你并不是那么容易在白天的时候讲出来。对，就是完全放松的状态。对啊，但是你刚刚讲的时候我觉得有点惊讶。为什么？因为你说你在白天的时候也敢踹门，对不对？就门而已啊，又不是踹人。可是通常这一种的想法我们可能会想说暴力倾向，对，社会人格，因为你在平常醒着的时候应该不会想要做这件事情啊，对不对？可是很急，
很急。但或许会不会有人就干脆尿在地板上？如果厕所里整个监测其实是没有人的，他可能就是如果有个排水孔，他就是自己处理，或者在垃圾桶，或是爬到水槽可能有点难之类的。只想到现实中的想象的公厕，然后都锁起来的话，我可能会试着破门看看这样。好，对，我了解了。我只是想说，这是你的现实跟现实中，因为梦境是没有办法控制，对，然后这焦虑感也会一直存在。那现实似乎是至少是我们是还能靠控制我们自己的行动去改变结局，或者是改变方向，或者是改变的结果嘛。那如果同样是这种焦虑，梦境里的焦虑，我们没有办法就显现出来我们有这份焦虑，那我们不要去讲说什么它代表的是什么，就是如果一把它整个活生生放到现实里的话，我就会想要说，那我可以做什么行动？会有没有可能把这个焦虑先赶走，或是对。当然你要说会出现另一层焦虑，就是破坏门被警察抓走，破坏公物的问题。我现在想到的是，那在佛教里面呢，你这个会让我想到，如果佛教里面讲到梦，他会觉得是说梦境是一个心智活动的现象。对啊，然后他会受到过去个人的业力，你可能会反社会人格，因为这一件事情又造了一个业。对，所以你可能会做完这件事，当天晚上回去，你又梦到可能是另外一种显现业力的引爆。但如果这样讲的话，其实你在尿很急，然后门都没有开，你就算没有踹门，你那在心里咒骂的那些也都是业，只是轻跟重的差别，你没有遵守身口意这样子。对，就是对啊，其实都，反正这件事始终就是会是一个业，对，但是它好像很难变善业吧？不行，就对啊，目前没有想到啦，但或许对啊，所以在佛教里面提到说，梦境它就不是真正存在的一个事情啊，它就是在我们的心事里，对，心事里面，对。可是他有提到的是说，我们其实根本搞不清楚真实跟虚幻，对，就是你清醒跟做梦。好，这个当中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就像庄周梦蝶，你有听过这个故事吗？然后他在梦里面就是变成一只蝴蝶，但是当他醒来的时候，他有点在怀疑说，现在的我到底是我梦中的蝴蝶，还是真正的我？对啊，就跟我之前身心状况不好的时候，白天晚上其实都做一模一样的事的时候。你其实真的会分辨不出来差别在哪里，你甚至会对现实生活中都会停顿一下，因为你会思考说这到底一切都是真的假的。对，所以我还算蛮能够理解佛法里面在讲梦境，或者是说所谓我们的心事这件事情的真伪，或是它的虚幻感这样子。对，所以清醒跟做梦，我觉得其实是人心的两个样子。好，所以其实佛教里面好像比较不注重所谓你的梦境有所谓的预言的一个走向，对不对？然后他其实就比较关注说，我们可以从梦境反映你现在内心的一个状态。对，然后还有其实跟西方的也蛮接近的齁，它其实就不有那么多神鬼啦，或者是什么那么多的神通之类的，对，就是比较是关于你自己。对，所以我觉得他讲的蛮有趣的是，我们如果是一个反映内心的状态，其实我们就有点像是观呼吸，或者是关照自己内心，在梦境里面，其实就是一种提醒，然后可以让你知道说我接下来要怎么样修行啊，或者说要怎么样去把自己的状态调理好。你的梦啊，对，通常是黑白还是彩色的？黑白的，没有彩色的。很少，很少。这会不会是说我的人生是黑白的？也不是没有可能，我很害怕你会这样说。我没有办法。你又来了。会不会是你记得的是黑白，可是实际上是彩色的？
应该说我其实是一个很少梦的人。哦，那还不错啊，就算都睡得好的，应该算睡得好。哦，所以对，那还蛮好的。但是唯一有一次就是我有一个预知梦。对，那个预知梦就是发生在我有一天晚上梦到我就是走在一个就是公司的一个走廊上面，然后迎面走来一个同事，那我就很想要亲近这个同事，但是因为我一开始跟他不是很熟，所以我们平常其实是没有什么打交道的。然后我在梦境里面就看到他从远远走过来的时候，然后他跟我说等一下中午要不要一起去吃饭。然后我梦里，对，梦里，然后我很惊讶的看着他，然后非常开心跟他说好啊，我要去，要去哪里？对，然后连对话跟表情还有情境都非常的鲜明，而且是彩色的啊，所以对喜欢的事情就是彩色，焦虑要变黑白的。结果神奇的是，隔天，真的就在同样的那一条走廊上面，就发生了一模一样的事情。他就对着我说，而且连台词都一样。然后你们就去吃饭，对，那很棒啊。对，然后我现在就开始想说，我真的有那种预知能力吗？但只发生一次吗？对，只发生一次。我们可能要再等等。对，可是我就想说，会不会是其实，会不会有可能是你渴望很强烈、很强烈的时候会出现？对，因为我在想说，是不是我其实在意识里面已经排练过好几百次这样的想法了。对，你要说就会整个显化在你的结果它就真正出现。对，那是有可能。那个讲到预知梦，你记不记得？如果讲这个的话，可能会泄露我们的年龄。就是你记得我们小时候，你确定要讲吗？我还是要讲。不然没有东西。没有，就是你记得我们小时候不是会有长辈嘛，就那种六合彩很盛行，那种地下签赌很盛行的时代，就是他们会到处讲报名牌啦，报名牌暖，然后不是就是那种你会听到什么邻居或是那个叔叔伯伯可能就有在公园或者是他们聚集在一起打就下棋或什么的时候，就甚至他们在那边签那个数字啊，对，然后就会讲说什么他昨天梦到了什么东西，然后代表什么数，然后大家就围在一起讨论这样子，就代表是几号几号这样。我甚至有看过人家签赌站外面，他有放一个那个什么报纸名牌的，告诉人家说，如果你梦到是蛇，那你就是等于几号。很棒的形象，有没有？我那时候搞不懂，原来是梦里面。他说，如果你有看到梦到什么数的话，就等于几号；梦到10等于几号。对啊，就是这种预知，就是以前好像就会拿来这样。对，然后我比较记得是像这个，因为我太常做梦，所以我会好奇我做梦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其实还蛮喜欢去看那个周公解梦。周公，对，我周公解梦，可是后来我才发现，就是周公解梦这整个内容就根本不是周公说的，它其实是在三国时期的一个文献记录这样，然后是后来隋唐之后的样子才就被广为流传这样。然后它其实周公解梦这个东西在用法比较像是卜卦，就是今天出现这个东西代表你接下来的吉凶方向是好或不好，你要注意什么，或者说你可以继续这样子。跟你自己就是跟西方稍微有一点点不同这样，它比较是拿来卜卦用的，就算命先，对，比较算是算命型的。但是因为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但后来我才发现说他为什么叫周公，其实根本就不是周公写的，好莫名其妙。周公就背会了解梦呀，对，他其实是因为就是那时候大家就觉得周公是非常
知名而且受人敬仰的人物这样，然后再好像是那个就后来就用他的名字说是他解梦这样。对啊，那像你说那个刚刚我们讲说报名牌那个蛇有没有？对啊，就是其实蛇在东西方的梦里面真的蛮常出现，可是我其实很少自己梦到蛇，但我不懂为什么，我不知道很容易有蛇这个象征，就是一个象征。对，他说就周公解梦里面其实也是要看你整个梦的过程啊，就不是说什么有出现蛇就是好或不好。对，我有一次最害怕的是，我记得小时候都会有人，就是同学之间或者是大人会讲，就是如果你梦到你牙齿就一颗一颗掉下来的话，表示你亲人会死掉，就快要死掉了这样。然后我记得好像我以前有个同学就有讲说什么他梦到牙齿都就一颗一颗都掉下来这样。对，然后就有另外一个同学好像意识到这是一个可怕的事情，他就马上说就梦里都是相反的这样。然后那时候我是不知道这件事，我是不晓得这个是不好的梦，就是会是一个比较有凶险的未来的梦这样。然后我就想说他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然后后来去问我妈，她也是很避讳的讲，就是讲说没有啦，就是要注意这样，要注意但也没有去讲，然后这就变成民俗说法了。对，然后后来我忘了是谁才，就是一个同学就会那种一副啊你那么想知道但是不能讲，可是我就告诉你一下他说他就是如果你梦到这个话表示你家里会有人会死掉这样子，然后我才知道说啊，然后我自己有一次有梦过，所以我那时候超害怕的当然我记得是念很小的时候我也是梦过，我就很紧张，但我又不敢跟我爸妈讲你知道，对，因为对我来讲小时候的亲人就是爸妈因为我也没有阿公，我阿公阿嬷也没跟我们生活，所以对我来讲最近的我都会觉得是我爸妈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对于这个就会觉得很害怕这样，但我爸妈并没有怎么样所以小时候那时候对我来所以证明这不是对的。对，就应该是说小时候那时候我对周公解梦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这是假的，就是不信他就是不是真的，不一定会发生这种事这样，所以我就没有特别的去觉得怎么样，是长大后我实在太会做梦，所以我就想说试着去找一些关联性什么，对啊，那所以就会变成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啦，对啊。那我记得荣格曾经也有提到说，有关梦境的一种解释是跟那个周公不太一样的。对啊，西方因为毕竟周公解梦比较是拿来那种卜卦啊、算命啊，就是去讨论一个方向的东西。那荣格在西方心理学还是比较是往内，是寻找你自己整合。那其实荣格的话他比较会认为其实梦算是一种你寻找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道路，梦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你要好像是梦境感觉上就是你去把你自己的一片一片找回来的意思这样。所以像在荣格里面也是有蛇，那在周公解梦里面蛇其实当然是要看你的梦境，但蛇的话其实还蛮容易代表是财运的对，就是如果你梦到蛇，对，好的，对，但如果蛇被什么路人打死或你踩死蛇，就是应该就不是蛇，就是你的财源没有对之类，就是蛇代表的是财运，然后它的故事，你的梦境可能代表这件你未来这个财运的走向这样子，可能还是被裁员，不是财运。对，然后但是在荣格的这个梦境的那个蛇的象征意义的话，他是会认为是属于一种生命力，然后但还代表了一点点压抑，压抑的智慧，内在的一些智慧跟一些压抑的状态这样子，然后也是其实蛇也是因为它是身体软软的，就是它的变动性很大嘛，就是弹性，所以也代表是一种重生或是一个转机这样子，对，所以它其实没有所谓的好或不好，那它就是显示出你最近内在的目前状况可能需要是一个
突破，一个重生，对，然后或者是你目前有在压抑什么东西，那但也好，就也表示其实你的整个内在的话，你的整个生命力其实还是极度想要突破的，对一个部分。对啊，对啊，对对啊。所以我觉得不管怎样，要怎么样做好梦，其实是我们现在很需要的嘛。所以就是回到刚刚说的，我们要怎么样做好梦来改变我们的人生。好，所以我就是想到说，一方面应该是从身体需要的东西来补充。好，例如说我们可以补充镁。好，就是一个金字旁在一个镁，那个镁，那它其实是一种电解质，所以它可以维持我们的心脏肌肉的运作，然后疏解我们的压力，然后一方面也可以改善你的睡眠状况。对，那这个东西就是有点像是矿物质、维生素嘛，所以你要平常我们其实可以从食物上面来补充。好，例如含镁的食物就有牛蒡啊、芝麻。你不会有喜欢的吗？好，牛蒡芝麻 OK， 南瓜子，对，okay. 还有核桃。对，其实这也是平常我们常听到的一些食物，是可以身边都可以拿得到的，可以摄取的。好，然后它还有一种就是，如果你今天就是它可以从皮肤吸收的话，我们也可以找寻一些含有镁的一种那个乳霜。对，有镁的也是可以用擦的。我知道发泡锭啊，发泡锭也是，就是会有柠檬口味什么口味，对对对，蛮不错的。对。那另外一方面，如果是要从心理，因为我们刚刚其实提到有佛教上面有说嘛，就是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其实就是能够洞察自己，因为一般来说，你的清醒的时候，你都会受到意识的干扰。好，因为每个人都会有所谓的分别心，就是会有认为这个是好的，这个是不好的。好，那这个是对我们有利的或没有利的。对，这样子的分别其实就阻扰到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认知。因为你都会接受一样你想要，但是对于你今天不想要的东西，你可能就不会接受，会抗拒。那在睡觉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修行的一个点。对，所以可以说修行就是潜意识觉醒的一个部分。对，因为潜意识就是在我们水面下的。对，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帮助你的意识的提升，意识就是你清醒的时候的这个状态的提升。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借由一些方法，像我试过的就是打坐。对，那一开始打坐的时候，就是要让你整个身体能够净化。然后尤其是你一整天下来，你的脑袋里面可能很多的杂讯或是一些烦恼，那这个时候我其实就会在睡前先打坐。那打坐的时候就是脑袋里面要先观想。好，大部分的时候我会先观想我的头顶上面出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太阳。然后它的光就是非常的亮，这样，然后就从那样子太阳这样子直接照射到我的百会穴的部分。对，因为我们上一集有聊到说那个穴道按摩。对，然后我把那个整个人沉浸在这个很光很亮的一个光亮氛围当中，然后就是把自己整个浸泡在里面的感觉，然后让你的身体整个热起来。对，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会帮你把一些你觉得比较阴暗的啊疼痛的地方就可以消除。如果这样讲的话，其实就是打坐这种很像是我们睡前会洗澡，对不对？对。然后打坐很像是把我们的心跟意念对洗掉，把今天的藏污纳垢把它清掉。对。
对，那有时候你可以加强一下，比如说你的胸口一定会闷闷的，因为每天早上要去上班就很郁闷嘛。对，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想象说，就是会有点像是整个光是照在你的胸口，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你的脚底，对，因为像我其实就是一个很容易手脚冰冷的人，所以我其实睡得不好，有一方面也是因为我脚就是冷的，你有时候会觉得我没有办法马上入睡。OK， 对啊，所以我就会先让那个光源就是照着脚，对不对？那你对于那个要怎么样好睡，有没有什么经验呢？我还蛮喜欢喝洋甘菊茶的。洋甘菊茶对我来讲也有可能是一种对我来讲像睡眠仪式，就喝了我就会觉得我该睡觉，这是一种提醒，我要睡。但有一阵子我有尝试过，因为我有一阵子我不确定为什么，就是我睡觉嘴巴都会开开的，然后时候就喉咙会很干，对，然后就很容易就是会醒，对，然后后来我是就戴口罩，然后有一种就是现在有一种就是预防打呼的那种，就是强迫把你嘴巴闭起来的，这不会很不舒服吗？它不是不舒服，它就是强制把你粘起来。这不有点像是狗狗带的，因为其实我应该是说，其实你在睡觉的时候本来就不会，你有意识刚下去睡，嘴巴就是开着，通常都是你无意识后它就开了，所以它等于是帮你施加一点压力，就算你无意识的时候还是要闭起来。对对啊，的确对我来讲，它让我的睡眠品质有变好。我记得有一个方法，好像是能够让你的嘴巴就自动合起来的，就是你的舌头要贴着你的上。那都是清醒的时候做到，就睡着会没无意识。是这样吗？就是我知道我自己睡的时候，嘴巴明明是闭着的，对，可是我每次醒来的时候都是被这样，就是觉得喉咙好干，或是被自己那种呛了一下那种感觉。所以然后我就发现我嘴巴是开着，然后如果我是侧睡的话，会流口水。对啊，然后是有人说，如果你睡觉会流口水的话，表示你就是你的湿气，身体的湿气其实是比较重的。有这种说法？对，我有听说，但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但是的确闭好嘴巴睡觉对我来讲是有影响我的睡眠品质的。对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会尽量在脚上面去垫一个膝盖啦，我在我整个躺平的时候，我在膝盖稍微垫个就是毛巾，稍微把我的脚稍微抬高这样子。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睡前如果有时间，尽量有时候都会就是洗完澡就泡个15分钟的脚，就是对我来讲就是有一点就是就比方说湿气或者是脏的就是排出来这样子。对我的睡眠品质。对啊，然后还有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灯要关起来，然后窗帘要拉好。对，如果你就是你是头睡眠的那个床啊，你的头尽量不要是整个是朝着窗户，就是整个你的窗户还是那种白天太阳就洒进来那种，就是其实还蛮容易就是被干扰的，因为大概夏天4、5点就差不多快亮了，那你其实就那个褪黑激素可能就不够。对啊。好哦，那我们其实就是今天晚上可以好好来试试看这些方法。对啊，而且今天下雨，对，台风都要来了，那我们就趁这个湿气这么重的时候，可以好好来试试看这些方法。希望大家今天晚上都可以有很好的美梦哦。拜拜拜拜。若你喜欢 Zephyr 和金桃姨的斗嘴跟节目呢，欢迎给我们好评、留言、追踪和分享，或者订阅 YouTube Miss Zephyr 的人生侦探所。